战争之神重获新生，火炮才是永远的神。在近些年的局部战争里，作为战争之神的火炮却没什么存在感，反而是新生的导弹成为了那个最亮的仔。最经典的就是美国，每次战争都是战斧导弹打响第一枪。比如海湾战争，美军用导弹、飞机高强度的轰炸就确定了战场胜负。对此，各国统一的看法就是火炮那是什么？听都没听过，还请之后别来找我了，我怕导弹误会。不过在乌俄战场上，一切都不一样了，火炮再次成为了主宰战场的大哥，导弹反而变成了小弟。问题来了，火炮是如何影响乌俄战场胜负的？火炮跌落神坛的罪魁祸首就是美国，就跟刚刚说的一样，海湾战争彻底闪瞎了其他国家的钛合金双眼。原本伊拉克想的还是利用自家地形将美国拖入战争的泥潭，结果呢，全天候导弹轰炸，人都见不到就输了。美国陆军只是最后上战场意思一下，打扫一下战场。没办法，受限于材料、炮管、重量等问题，火炮的前景就那么点。过去那么多年已经被挖掘的差不多。火炮在寿命、反应速度上与导弹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当然这也不能怪火炮太水，只能说导弹实在是太香了。谁又能拒绝一种射程远、威力大而且还更加安全的武器呢？就拿单纯的性能来讲，导弹能把火炮吊起来打，比射程比不过，比威力还是比不过。火炮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就是价格便宜了，但是相比较经济实惠，火力军觉得还是战场胜负更重要。而且对于家里开着印钞机的美国而言，造导弹那点钱不值一提，B2都造了，还在乎那点小钱？其次就是战争形态的变化，现代战争已经不需要火炮去当主力了。还是拿美国来讲，二战结束之后，美国就开始构建星球大战的战略导弹系统，先进的战略打击能力不需要美国研发新式火炮，导弹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就比如海军和空军，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刚得过美国，加上美国自身的制空能力以及在世界各地布局的战略导弹系统，美国继续发展飞行器和军舰的收益远远大于发展炮火的收益。听说美国都开始重视外天空的军事力量，准备找外星人开战了。这个时候拿火炮出来也太掉档次了。所以大国对于战争的认知就变成了导弹互锤。地面战场的胜负不值一提，但是在乌俄战场上，导弹没见多少，反而火炮成为了左右胜负的因素。这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火炮会成为乌俄战场上的主力，又是如何左右胜负的？首先第一个问题，火炮为什么会成为乌俄战场的主力？其实原因也相对简单，穷。美国不在乎那点钱，不意味着其他国家都不在意。就比如俄罗斯、乌克兰，俄罗斯的国防预算大多都用来照顾核武器了，留给常规军力的钱不多，加上要时常研发点新武器，在国际上刷刷存在感，军费就更少了，能用的导弹就更少了。乌克兰也是一样，苏联刚解体那会儿，乌克兰还要靠国际支援，也没什么钱造导弹。加上双方都无法取得制空权，那么决定战场的胜负只能是地面部队，而火炮就是陆军的精髓。在乌俄战争初期，炮兵算是双方装备差距较小的领域，毕竟同属苏联的继承人，乌克兰与俄罗斯都是大炮主义，火炮型号也基本一样。当然，俄罗斯毕竟是头号继承人，火炮的数量和先进程度要好一点。俄军战前现役的火炮和火箭炮总数接近6000门，比如性能相对先进的 2S5 风信子和 2S19 姆斯塔 S， 以及上个世纪60年代的 2S1 康乃馨、2S3 合欢金以及 2A65 和 D30 等老式火炮。乌克兰在战前则是拥有2800门火炮，型号跟俄军差不多，比如 2S1、2S2、2S5、2S7 以及 D20、2A36、D30 等火炮。虽说纸面数据的差距有点大，但在战争初期，俄乌双方的炮兵是有来有回。一个是因为俄军大纵深穿插失败，重武器损耗太大；另一个就是俄军不可能把全部的火炮都拿出来，所以相对处于均势。
不过，随着时间推移，俄军的牵引式火炮越来越多，机动性和反应能力越来越差。乌军的情况也差不多，火炮被击毁之后得不到补充，只能拿二战时期的武器凑数。于是北约出手了，对乌军援上升了一个等级，从标枪、毒刺这种单兵升级到火炮。美国陆陆续续援助了上百门 M777 榴弹炮，欧洲那边也拿出来了自家的王牌火炮，德国的 PZH-2000。法国的凯撒、挪威的弓箭手、波兰的 AHS Karaba、英国的 AS-90等等。虽然这些武器的炮弹种类多，给乌军后勤维护带来了麻烦，但用的都是北约制式弹药，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弹药供应的负担，还具备机动灵活、快打快撤的优点，性能要比俄军的火炮强了一个档次。同时，经过信息化改造的乌军炮兵也能用平板电脑获得无人机等侦察平台提供的目标数据，在反应速度上占据很大优势。就比如俄军的拆楼神器郁金香，炮弹威力堪比航空炸弹，但乌军炮兵升级后就利用无人机引导炮兵射击的方式干掉了一门郁金香迫击炮。不过俄军也有龙卷风远程火箭炮，数量多，射程远，可以在相对安全的地区远程打击乌军部队，俄军依旧占据一定的优势。这个时候就要海马斯登场了。有了射程更远、精度更高的海马斯之后，乌军便吹响了反攻的号角。针对俄军的远程火箭炮，美国派出了海马斯，可以在几秒钟内发射6枚火箭弹，打击70公里内的目标，然后快速撤离阵地。凭借着这种快速打击和快速撤离的能力，海马斯成为了执行炮战的理想选择，并在乌俄战场立下赫赫战功。就比如在乌东地区，乌军用海马斯对俄军前线弹药库实施精确打击，削弱了俄军的炮击力度。还有之前顿涅茨克马克耶夫卡地区的俄军临时驻地也被海马斯炮弹炸了，造成数百名俄军士兵死亡。还有俄军在赫尔松地区的战略撤退，海马斯的功劳也不小。俄军占领的赫尔松主城区位于第聂伯河西岸，俄军运输车队需要跨河才能将物资运往前线，乌军便利用海马斯攻击安东诺夫斯基大桥和新卡科夫卡大桥，顺带再给俄军修建的浮桥来几发。俄军想要后勤补给，就俩字儿：没有。虽说俄军步兵可以通过简易浮桥运送物资，但根本无法满足前线需求，特别是弹药和重型装备无法通过浮桥运往西岸。这也是为什么俄军要从赫尔松撤退，弹尽粮绝了呀！再打下去就要跟乌军拼刺刀了。当然，凭借乌军自己的情报，没办法让海马斯火箭弹精确落到桥面，所以一般都是由美国提供具体的坐标信息。海马斯的打击步骤是乌军前线部队确定打击目标以及大致位置，然后通过乌军高层转发给美国，乌军才能获得准确坐标。所有目标信息的获取都通过美国在北约成员国的设施进行，节省弹药的同时提升打击效率。不过火炮越多越强，也就意味着后勤越难。目前乌俄双方的弹药库虽然够用，但绝对不算多，这也是火炮的一个通病。火炮的造价虽然比导弹便宜，但数量多呀，每天上千上万发炮弹的消耗，库存少了还真顶不住。比如俄罗斯，标准的苏联大炮主义，拿数量弥补火炮精度不足的问题。之前在乌东战事最激烈的时候，俄军每天向乌克兰阵地发射多达5万发炮弹，而乌军的苏制火炮弹药就不够用，每天只能用5000到6000发炮弹进行反击。毕竟乌克兰国防工业基本被摧毁，乌克兰无法自行填补火炮等装备损失，北约又没有苏制武器的生产线。乌俄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就把库存里的苏制武器和弹药送出去了，但消耗太大，顶不住。北约军队在阿富汗时每天发射300发炮弹，而乌克兰每天要发射数千发甚至上万发炮弹。乌克兰一天的炮弹使用量就相当于阿富汗的1个月，甚至是更多。乌军炮弹消耗速度远超北约炮弹生产速度，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北约要在乌克兰本土建造武器生产线，自产自销要比援助来得及时。同时向有苏制弹药生产线的国家打招呼，从韩国、摩洛哥、约旦等国订购弹药，还有之前巴基斯坦援乌炮弹也是北约牵的头。
当然，一天消耗5万发炮弹，俄军也顶不住。美国和乌克兰都表示，俄军在战场发射的炮弹明显减少，只是双方的说法不一样。乌军说，俄军每日炮弹发射数量从6万发下降到2万发，而美国的评估是从2万发下降到5000发。但都说明一个问题，俄军的炮弹也不够，并且因为弹药消耗太大，俄军已经开始用40年前的老式炮弹了。一般来说，炮弹在空中精准爆炸的杀伤力更高，但俄军的炮弹经常在乌军阵地战壕附近的地面上爆炸，杀伤力锐减。当然，俄军的弹药不可能耗尽，苏联时期的弹药库存数量不是一般的多，俄军缺的是能精确打击的炮弹。而且之前不是说俄罗斯向朝鲜、伊朗寻求帮助，向朝鲜换炮弹，跟伊朗交易无人机，加上俄本土也没什么大事故，军工企业也在运转。虽说北约制裁没办法外购物资，但这是相对导弹而言的。要是炮弹没办法做到国产，俄罗斯就可以拿根绳子自己吊死了。其次，火炮的寿命也是一个小问题。北约援乌的火炮是不少，但是维修是个问题。这个问题去年就出现了。长时间的高强度作战后，大约1/3的火炮没法用。为了避免遭到俄军反击，乌军炮兵经常从射程极限距离开火，但这需要最大装药，炮管磨损的速度更快。并且北约火炮原本追求的就是精度、反应速度，并没有考虑如此高强度的发射频率。比如按照德国标准 PZH-2000 每天最多射击100次，但乌军不可能这样用，在火炮数量不多的情况下，只能依靠发射频次弥补，这也就导致火炮出现故障，只能大修，而且还要加上培训的问题。对于北约制式武器，乌军炮兵没有经过足够的训练，如果操作失误，也会导致火炮寿命缩短。当然，这些小毛病无法阻拦火炮复苏的脚步。就单纯的拿精度来讲，火炮已经跟导弹差不了多少了。至于射程，地面部队交战几十公里已经足够了。总的来说，在如今的乌俄战场上，火炮才是战争之神。导弹虽然也会偶尔出现刷一下存在感，但不是主力。而乌俄双方的火炮情况与刚开始的时候完全不同，俄军的火炮战术依旧老一套，大炮主义，打仗跟上班一样，今天发射完多少发就打卡下班，中不中就不是炮兵考虑的问题了。而乌军的火炮装备已经北约化，无论是精度、射程还是反应速度，乌军都占据优势。虽说数量比不上俄军的火炮，但是现代战争火炮离地那一套已经行不通了，精准打击才是王道。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认为火炮能在其他局部战争中重回巅峰吗？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如果内容有不对的地方，也可以在下方指正。我是火力军，下期见。